那这张工艺，它跟上周的工艺区别最大的就是上周工艺我们这个是高领啊，这个上面是个高领啊。那今天它是个圆领，那圆领跟高领它领子弧度都是这种形状啊。V 领的就比较好区分，就是个 V 字状。那怎么判断你这件衣服是高领还是圆领呢？我们就看它有没有附件。它这个附件，这个附件是套头套上去的哦。那这个附件的话，我们一般是用就是鼓动机来用的，他们都是用鼓动机来做。鼓动机的话，你可以画单层，画单层后期你就知道怎么画了。现在我们先不讲这些附件的东西，不是太重要。我们就重要看衣服。那今天这件衣服的话，还是要除以2的，因为从它的一个针数来换算就要除以2的。那它又是行数。那上周我发给你们的练习作业是不是有不用除以2的，有转数的？你一开始就要行转去切换。那行转怎么切换呢？我们再讲一遍啊，因为上周有些人他不记得啊，他一下子不去精按行转，他就做错了啊。参数设置这里，行转在这儿切换。你首先要拿起来工艺，看是行还是转啊？因为我们有课外作业发给你们练习的，是吧？有课外作业练习。那它这个工艺的话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会比上周的高领，做起来要稍微麻烦一点。数工艺都是正常数。那上周之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做出来，他可能是对数工艺的规则他没搞明白，就是他工艺是看得懂的，它是一个差边数的强偏行数又是一样的，针数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全篇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你只要记住我们的序列。那么它加上的行数，你看，112加上56嘛，它不就是168嘛？跟这个也是168嘛，这个也是168，是不是加上都是1比1的比例呀？加上就是1比1，这个差别就是最入门的一个比例。人家圆领呢，既然是圆领，它不就不能缠针呢？因为上周你做的还是缠针，领子是缠针，因为是高领嘛，高领不需要去把领圈收掉。你看，这里是缠针，缠针圆领它领子是不是比较浅？浅的话就得收针，收针的话我们是需要套一个附件上去。那这里边你就不能画成199了，清楚了吧？就是你向导的时候，如果向导错了，那你再把199换成219，就是向导错的时候，你再去改它里边的一个模块就好了。就是就算你向导的时候你选错了也没关系，你就可以给它换回来再说。那领圈里边它是按数。那我们圆领的话，一般都是按数，也很少有说圆领保留4边的领圈里面有是有的哦，但是很少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强片工艺加领子的工艺。那袖子工艺跟昨天一样的。那首先你要对工艺进行学会分解，我来给你们分解一下工艺哦。那这个的话，由于它的10行跟第一次的10行，它是平遥是一样的行数。所以我们直接分解成10减1减10次，然后这个是8减1减2次。那26这里怎么分解？对，26加1加1，因为我们遇到加针，平遥遇到加针先加，遇到收针先收，除非他写的先摇，好吧？遇到加针就要先加，要不然你看这个上面8加1加10次，人家是80的。8加1加10就是8乘10就是80行的一次，清楚了哦。那学会工艺分解哦，然后10加1加1。那这个地方平收呢，我们就分解成24给1，然后2减2减6次，就是我们借呢是借下面这类行数，这里的总行数我们没有改变。你看这个本来是26、12的，它这里是10行。说明的话，它是按普通机工艺算的哦。我们全体要把平数放到一起去，所以是借下面的行数。那上面的话，那就正常分解了。它那个课外作业上，我再提示你一下，不是所有的平数都是6次哦。你要根据工艺来定的。如果人家工艺单是2减2减3，你
你就把平数数成223啊，不能见一次平数就数了26，清楚了吧？好，那会公义分解之后，我们来梳一遍这个公义啊，就是重新来梳一遍。把新成型公义进去，我们还是选八字纪要，因为八字纪要填八字图册的。那么洗干净到12，下一步。那今天我们要选择插点什么领啊？圆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一开始向导你就不要选错，选错你后期再改啊。如果你选成高领，你再改。好，我们点应用，下一步，点完全停止啊。点平均分配是罗垃圾可以点平均分配，但是你模块替换不好替换哦。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好，我们来说公义了啊，来说前身片型。我们这个公义，你首先这个界面你要搞明白啊。排针在这儿数，前片，你发现没有？它是不是只有前面的袖子？它没有后片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后片它是一模一样，除了领子不一样。那今天这件公益有没有后领？有没有？没有后领，所以啊，这个后领直接删掉，先删了，看到没有？那是不是只有前身片和袖子了？你要输前，你就点前进去；输袖子，你就点袖子进去。哎，它只有前领，因为没有后领，后领被我删掉了。它也没有后片，因为前后片它的轮廓是一模一样的，输后片没有去输的。然后这个是开人家的一个模板，就是向导里边的一个模板。模板里边这个评收指令你不要抛开掉，其他的多了你就删，少了你就加，就这点规则吧。哪怕你要是动到它，哪怕你重新选择评收指令，它节点就会跑掉。怎么去把节点重新重置啊？因为内容太多了，我没有教你们。你看，你这个节点在这儿是正常的。如果你把我指令搞错，你的节点有可能会跟它待在一起，那你它跟它连接了，不就错了？这不是评收对评收来，评收对评收我们是要跑后来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教你们怎么用啊。这个地方一般我们不要去管它，因为你没输错的话，那个节点肯定是对的。好，我们来输一遍啊。536的话是268，536的一半，70宽度268啊，70宽度。然后螺纹呢，我们由于它今天是行的工艺，螺纹我们压缩图画4行就给它4。然后这里的话是这一行我们可以直接删掉它，你不删也行，点右键删掉它。然后10减1减10次，然后8减1减2次，26加1加1次，8加1加10次。那么10加1加1次，然后这个24行0条啊，评收对评收嘛，2减2减6次。你看我刚好，刚才多了一行，我把它删掉了。如果你不删掉，你评收跟这个评收肯定是对不上。多了你就删，少了你就加了。226完了之后就2减2减4，然后8减2减5，6减2减8次，4减2减13，2减2减4次，201。平阳你一定要输0，要0针哦，加1次。我们来对一下走行数跟针数呢，426、430刚好是对的，因为426加上螺纹的4行。好，108的宽度，它这里不是216吗？啊，那个216的一半就是108啊。我针数
宽度就是真数嘛，高度就是行数嘛。对上去之后呢，那我就敢输下去了，因为我这个公理是对的。如果你对不上，你不要再去输了，找问题去啊。那这个60的话，中流针的话，我们是隔针的，是需要除以4的。如果满针只需要除以2就好了。那我们课外作业是满针的哦。2减4减4，2减2减4，2减1减8，4减1减5，401。好，领字我们不用去对啊，领字你直接输，就对那个前后片，因为你只要没输错，领字不会错的。好，我们来梳袖子，这个没有问题了吧？我就说我今天讲完你会更好一点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梳袖子工艺。袖子工艺的话是，排针是120，240的一半是120，额纹是4行的。然后袖子工艺是8加1加9次，10加1加22次。哎，你看多了很多吧？就是要平咬之后就收针了。那它多了，从这儿，这些都是高出来的，那样节点又错了。那多了怎么办？多了你就抛了，用一个片段减法，没有删完你再删就好，这不就好了吗？11、22之后24、01，然后2减2减6，我又没有把平手给按好，是不是啊？我又没有重新选择指令，我看到你们有些人还在那选指令，不要去选，这3个片子要连接起来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梳好了之后再往上梳，4减2减12次，然后6减2减9次，8减2减6次，801，上3个。好，我们来对一下转数啊。如果不对，那再去查工有哪儿是错了。486，490是对的，宽度50，100，你看是不是刚刚好，全部是对的了，是吧？这工艺就输对了。这个工艺的话，你多输几遍就，由于今天是圆领，所以它没有领这么一栏，因为领子是掏口套上去的，我们直接下一步就好了。好，它这个时候它出现报警了啊。它前领跑掉了，前领有点跑掉了，你看前面这个形状就错了，这个有问题哦。那我们再返回重新梳一遍，把它前身片啊，前身片268、11、10、821、26、21、10、11，平梳。11、24、2，那平手这里是错了，226，2减2减6，24对，25对，628对，423对，24对，21对。好，我们再梳前领，前领是0减15，2减4减4，2减4。2减1减8，4减1减5，40。前领有一个16。我们选择基础轮廓，可能是因为这里哦，那刚才为什么跑掉？可能是我参数设置这里。选的是全自动啊，刚才把它改成基础轮廓就好了。因为下次做之前啊，一定要选基础轮廓的哦。看这个工艺输出来才对。你看，你输出来的工艺只有就是这里所有的都是1比1比例了才对。如果你输出来的工艺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那就不行了啊。你节点根本都对不上的，你就不要再往下做了。我们哪里看对了？就是这一侧面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最后的这50的话是25对的，
50的一半是25，对的。好，我们工艺变成这个样子之后，我们另称为插进去的。然后螺纹我们还有1乘1，因为2茬的话，下面的话我们一步一步来做。先用那个模块替换，后期我们有方案的，方案用起来很快的。把它框起来。这些动作你们只有不停的重复去做，你就记住了，就形成机械记忆。我们已经做完这一步，下一步就知道要干嘛了，知道吧？要形成这种记忆。闭着眼睛就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了，就是要熟练到这种地步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再给你们画一遍。这里是190回踢6号沙嘴，191要回踢回来，因为它袖子往大身靠拢的过程当中呢，你6号沙嘴停在这个区域是不行的，要撞针的，所以你要它拨过来，然后这样子移过去。好，162啊，腋下靠拢了。你现在不观察线圈，你后期啊，面对那些复杂的款式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做，你不观察机器。好，162袖子往大身靠拢，然后175是腋下绕直。好，那我们上面是平收，因为它今天这个工艺是平收6次。那如果我们发给你的课外作业平收4次，你就只用画4次，其他的画成202，清楚了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平收6次，我们就画6次。平收6次就画6次。以后所有4支链子的平收都是要整体往袖子方向移2针的。你看，它是大身收2针，袖子收2针，总共是收了4针。我本来要整个框这儿去拉2针，那这样子整个框它导致我肩宽这个地方，就是最后的留针会少，所以我干脆在明收针这里给它多做1次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整体往袖子方向偏移2支针。那么它这里就要少2次，整体4支针是不变的。你看，它合起来，是不是？因为它0号色最终是要被排出去的，我们整体少4支。那你看这里，它上面是没少针，但是袖子上面少了4支针。那这样子整体往袖子方向偏移2针就可以了。那我一下子把人家工艺改成先缓了。这个收针收的比较缓，它其实是难看的。我们怎么办呢？去改一下它的工艺。1、2，好，这样子平均一下。那你要是觉得还不好看，1、2，再往下拉2，我们去改了一下它的工艺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明收针这里如何调整的哦。那好，调整之后呢，我们到上面要画大身的一个明收针了。大身的明收针是这样的，0号色为基准，用202覆盖200号色向下，4支链，宽度是4。好，这个是上面，这个是上面。那我们袖子上面的话，192，袖子不要明收，袖子就做2针啊，就做2针。好，我们做好这些之后，我们发现呢，这个明收针它已经收到领圈里面了，而且还不够收的那种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这个工艺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，最后上面我们
这次不收了，这次改成收卡数。收卡数之后，你还要去注意一下它这个收针花哦，这两针是往这两针上叠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零收针它两针是往这两针上叠，它这里有个按手呢，又往这一枚针上叠，那这一枚针上是不是加上了原来的线圈，是不是3个线圈？那这针会有点厚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故意去给它改一下错位错开，不要在这一次收，我们可以到上面收，这些都是很灵活的改它工艺哦。好，往上面收它就错开了，它这叠这，这个叠这里。那今天呢，我教你们一种挂废纱的方式，就是通过废纱的方式。好，那么废纱的怎么挂？我们框住一个，复制选中的行，和这个4行。挂废纱的我们都知道211，但是211你不能拉通，因为我们在做小片的时候211拉通了，是不是没有了？因为它是圆领的，这里都是要收针收完了呀，它这里是没有前床。如果你211通着拉过来，它这里会是前床，前床不就空气，空气不就浮纱状针了？所以我们通着画的只有它上面有前床的，看到没有？200上面有前床，然后袖子上也要画211，标记是242。这是废纱怎么画？那好，那这个是做好了，领圈里面的收针还没做。领圈里面圆领底平收，用221，盖住200号小花头，用2行，记住吗？所以今天的圆领会比上周的高领的话要麻烦一点，就是领圈里面你要填收针符号。221，那这些收针收的比较多的4针，我们都要知道，全程形上收4针是要动8针摇床的，收2针是要动4针摇床的，要记住这个原理。所以这里的针数我们是通过平收的方式给它收掉。那后期我们也可以阐收哦，我今天不给你讲那么复杂的，我们先讲简单的一点讲。先产针再平收还可以，那我们先不讲那么多点，就是这里的针数，你记住不能填收针符号了，因为你收针收4针就相当于收8针了。好，这里先空着啊，第一张图这里是先空着。好，上面的话，我们由于是按收，收2针我们用202，收1针我们用201。这时候可以用阴影工具了。219为基本词，201盖200向下。这个219做基本词，219跟我们上周讲的199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哦。199是产针的，219是只有后床，它俩都是只有后床。但是199这个蓝色的上面是产针的，我们上周做的高领是不是产针的？但是这个绿色的219上它是只有后床的，它前床是收针收掉的。所以今天你不要做个这个东西出来啊！我马上要说你了，看到有很多小白他是这样子做，我马上讲你的啊。很多小白他就这样做的，那这样就错掉了。我们圆领里边和微领里边都是219，微领我们明天讲。好，那这样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双行，从221开始，所有收针上都要双行，并且不能有奇数行。那上次呢，我们是从199开始，不能有奇数行，比如说你这里有3行收针，或者这里有7行收针。或者5行收针都是不可以的，你人工去给它挪一下，不要打流水刀。所以记住啊，从这儿开始，所有的收针上都要双行，
好，刷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半不是做好了吗？另外一半千万不要跨到功能线去转过来。点水平定向，暂停，鼠标框到这个大声的这个位置，你就去好对位置。这边不要放错了。哎，上周有人做错了，他左右两边输针不在同一行，他刷不出来模块了，就是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压缩图画好。压缩图画好之后呢，我们框住一个层面去复制另外两个层面去。如果你出现高度不够的一个情况，可以随时去改变尺寸，比如说高度加一点，这样保存一下哦。好，刷新一下先。那如果你刷不出来模块，就是你压缩图画错了。你看，我这个现在都有模块的，都有模块的，都有的说明没画错。那我们就是添加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1×1齐角夹丝模块进来。添加好之后，那我这个衣服不是大吗？我提前给它剪掉，就是以后摇只摇半件就好了，我又不会让你摇整件了。这个因为是大工艺。好，我教你们一遍怎么剪行数。先把它剪，右键选择项，删除，点删除，重复工具，剪个150行，箭头向下啊，鼠标按到这儿，箭头向下掉，掉了150行，掉了150行之后呢，那你这些缺少的你要把它补起来，而且你再去查一下是不是偶数针。哦，今天是76，如果要是75，那不就奇数针呢？你就把这个拉下来，再拉去每针了，这个都很灵活的哦。啊，这个上来不要在这删掉，不能出现奇数针的哦，奇数针等一下你编译不过去的。好，那剪得这么短，那你上机摇是不是可以省很多时间呢？所以一天做2件衣服是很轻松的，知道吧？很轻松的，我这个量不大的，知道吧？他们快的人，这个全品哦，我们基本是10几分钟做一件衣服哦，这才是你的一个正常速度啊。所以我们这个，因为现在我没有教你们工具，用起来工具会更快。好，剪短了之后，我们把名字打在第2张图上，用2号色。然后我们发现了，是不是领圈里边还没有去做收针动作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平收，这是平收的模块，你看这是按收的动作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在这挂着？还在这挂着肯定不行的嘛，是吧？还在这挂着，你的这个不是在机上摇的时候不就是挂针了嘛？如果你再不去看机器哦，你这根钩挂断了都，你看。这个会上这里也不去织前床了，是吧？因为前床收光了，它这里只有后床。那这里几针怎么办？我们这里几针，由于是前领，我们要去前身线上填，你不能在第1张图上填了哦。第1张图是序列模块，给它做到第2张图上。我们用225平收，并且多往里边画一次针，右边是26，并且往里边多画一次针，不要画成双行啊，画成双行又错了。后片也不要画，后片我没画，然后第1张图也不要画，我只画到前身线上。这个25、26是平收的一个动作，那我们刷新来看一下，它是有没有这个动作的哦。不要画成双行啊！一开始小白他们画的什么样子的都有，
手动的是不是上来了？啊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平收，这普通机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平收啊，园林里也是平收的啊，它这里系统宝贝还搅了一下花啊，还搅了一下花。那么这个图你们就看明白了，它就是横墙展开图的动作。那你最终看对不对？你要看简化图，就是你上机前一定要去查简化图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点编制参数。上周我是给你们导模块了，这次呢导参数，这次我给你们画一下那些沙堆组怎么设置，我给你们讲一下。啊，首先你要知道沙堆组在哪儿显示，沙堆组是 R3.1 上，看问号点一点，这是沙堆组呀。哎，你慢慢要熟悉功能线了哦。功能线虽然到后面才讲，那你慢慢要摸索起来了。你看，这91沙堆组，啊91，这都是固定的啊。然后这边呢又出现73号沙堆组、53、63、43跟91。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91沙堆组，由于我们它这个代表4L 左袖，中间是6L。右袖是5R，我们全里面固定这3把沙堆，固定的，所以不让你们换沙堆。所以这个3把沙堆一起走，沙堆组它固定成91号沙堆组。那它后面沙堆组就是91号。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沙堆组，那比如说这个45号沙堆组，45就是规定4跟5，就是大声停留慢。2个袖子单独置换，这些沙堆组都很固定，你就不要去动它。有些人说他把这个4改成2，一点都不好记的。所以它沙堆的一个段数就等于沙堆号，你看4就等于4L，你不要去变它。5就是右边的5R，6就是6L，7就是7L，43刚才看到的43是不是在织螺纹脚啊？43就是4砍3的一个动作，3号我们都知道穿丝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上机前你就要知道这个沙堆它是穿什么纱线的，不能穿错啊，也不能不穿纱进行编织哦。就是4L 砍3L， 砍的话是填到天纱这里的哦，这是不一样的哦。好，45呢，它就是4L 跟5R。它是填到区域里边的，因为它就是2个区域，就是一个是左袖区，一个是右袖区，是2个独立的区域编织的哦。上周这个沙堆组我没给你们讲哦，东西太多了。那现在53的话就是5砍3，就是5R 砍3L。好，63这样填对不对呀？小天子。对的。63不对的，63是6砍3，63它用到这儿就是大声，因为丝是共用了1把3号2丝，这个3呢，它原本是织到用飞纱带过来的，然后在织完右脚织中间，织完中间织左脚，然后刚好回去了，回到左边了呢。所以这个顺序，这个模块怎么造的，我马上给你们讲这3个区域。好，那73呢？呀，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对的哦，91就是那3个区域了，然后108是向天纱，201是飞纱，它是填的是对的。好，沙堆组今天我人工给你们填了一下哦。好，这是沙堆组，那我们进入我们的耙子图层，耙子图层外部释放，外部释放。内部工作30%可以循环，循环的话，我们37就给了37次，行，50就给了50次。38的38也没关系，反正螺纹呢，给他一点就好了。其实应该要38加24是好。好，我应该确定，看沙堆改过来了。你沙堆错，就是因为沙堆组没填，就这点问题。沙堆错了，我们还得去
再次编译处理。不要以为编译成功了你就上机摇了，没关系的哦，你得去查。这个橙色包卷盘子图层，它图层我还没填，这个挂件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它的意思是你这里收的久了，这个上面挂的久了，这个是假包卷，这个没关系的哦。你要去简化视图去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长浮现的一个动作。那我所说的长浮现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万一你又画错了，那你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你就会掉片，这种肯定是要掉片的，这就是长浮现的一个动作哦。那这种长浮现是正常的，因为它有翻跟压线，看到没？这种是正常的。好，我们把耙子填起来，我们重新计算一下耙子图层。再展开视图一页来填耙子哦。这不是展开视图吗？然后进入耙子了。耙子的话，我们重新计算一下耙子图层。它会给你大部分给你带出来，然后你把针法按起来，然后小修改的地方去修改一下就好。这个今天这个百分比修的多啊，所以它放盘放的比较多。那这些的地方我们先画上3号盘，就是整行不要出现这个放盘的这个现象。然后这种地方的话，如果没有织物，你可以给一个保持盘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横跨了2个盘，所以叫休止盘。它画盘要完整，你看它这个绕枝的动作，跨了2个盘，就给它2个盘，就给它2个盘。那这个也跨了2个盘，你就给它2个盘的休止。然后这个上面的耙子它是平收耙，我们平收呢也可以给一个那个休止耙。然后今天呢，它又有新的动目段出现了哦。你们开机前最重要是要去查动目段数。动目段数的话，上次我发现你们有些人给的都不合理哦。我们今天有新的动目段，看哪儿啊？那多了一个45段，平收的动目段。45段你可以比大声稍微紧个。耙子上周我们是里边的2号色，我们给的是2号盘。今天呢，它不能给2号盘了，要给几号盘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高令嘛，高令还有前床，所以我们给了前休止后工作的盘。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前床啊？没有，我们要给这个前释放后工作。这5号盘要给前床释放掉，你前床抓的干嘛？前床都被就是后床这个位置，我们要给上5号盘。耙子要填完，这停下来，因为前床收完了，你还工作干嘛？不是白抓吗？这样就好了。你沿着它的一个轮廓，给上一个5号耙的一个动作，清楚了啊？规定也是这样子，然后最后编译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是耙子机，罗拉机的话，你们。